今天我想记录一下初到台湾参与商业活动的经历，这段过程让我刻骨铭心。由于投资移民的需求，我需要在台湾成立一间新公司。虽然在香港经营网页设计公司已超过20年，但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，我只能怀着谦卑的心情，从零开始学习。在香港，我的公司不需要参加商业活动，网页设计这个行业的特性，使得互联网成为最大的力量。只要网站做得好，客户自然会找上门。我很幸运，香港的公司用8年的时间摸索方向，虽然那段时间收入不高，但刚好足以维持生活，让我等待梦想实现的那一刻。家人的支持对我至关重要，他们让我能坚持追求这份任性的创业梦。时间一晃而过，经过无数次试错，2008年公司终于找到成功模式。随后的8年里，发展超出我的想象。可是繁忙的日子让我心力交瘁，最终选择停下来，给自己一段喘息的时间。休息了好几年后，我发现自己的专业技能已经明显退化。2020年，我决定投资移民台湾，成立一间全新的网页设计公司。然而，台湾的业界水平极高，我也因为多年未接触新技术，落后了不少。对于一个接近50岁的人来说，重新学习并不轻松。但现在回首，那是一份无与伦比的礼物。学习技术其实并不困难，毕竟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这个领域，积累了30多年的经验。但经商多年，却几乎没有参加商业活动的经历，这让我在台湾遇到了新的挑战。来台湾之前，我从未想过需要透过交际来拓展业务，只是单纯地认为把香港的模式复制过来就行。一开始，我选择在网上打广告，然而结果远比想象中复杂。在香港，我的公司凭借自然搜寻排名已经名列前茅，几乎不需要额外投入广告。然而在台湾，我发现广告的学问极深，尽管我们专精于网页设计，但网络广告却是另一个领域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多年来，我一向将客户的广告需求转借给公关公司，甚至连佣金都不收。如今，当我自己需要学习广告时，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一条漫长的路。最初几个月，我的广告几乎毫无成效，打乱了原本的投资移民计划。在一次与朋友的聊天中，他建议我尝试参加台湾的商会。他认为这些商会可能带来新的机会。当时的我对此抱有怀疑，但考虑到网络广告短期内无法见效，我决定试试看。非常感谢这些商会中的朋友，他们对我的产品展现了极大的兴趣。在短短的2周里，我参与了多次会议，与大家见面交流。其中一位干事更热情地邀请我成为骨干会员。当时我在他的车上，他坦白说明我的处境。眼下我最需要的是业绩，实在无法分心投入商会事务。对方理解了我的压力，尊重我的决定，这让我倍感荣幸与感激。我不过是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负责人，却能得到这些大老板的赏识，真是难以置信。然而，短短2周的商业活动让我焦头烂额，最后我痛定思痛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方向。我反思过去香港公司成功的原因，发现当年我并不需要依靠商会或交际，只专注于提升本业。然而，一个更深刻的感悟让我潸然泪下，我的成功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幸运。还记得某天，我在公司楼下的公园里，心力交瘁，不想面对公司的同事，于是坐在长椅上发呆，思绪一再翻涌，最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人生能有几次创业的机会，我竟然在台湾第2次尝试创业。那时，我极度怀疑自己，甚至将创业的成败与移民绑定在一起。陷入牛角尖的我，无法释怀。幸好，我及时意识到自己的思想问题，寻求了专业人士的帮助，慢慢将心态调整回来。同时，我每天集中精力改善网页设计系统，因为我深信，拥有自己的技术系统，才能为客户带来稳定的服务。
也为公司创造长远的价值。随着心情渐渐好转，有一天我恍然大悟，无论是否能成功移民台湾，我都要在这里努力经营，因为这是天公送给我的礼物。回想起来，上一间公司用了8年时间才找到方向，而这次仅仅过了1-2年，我怎能如此轻易气馁？也许是多年来的休闲生活让我忘记了昔日拼搏的日子。为了重建内心的韧性，我开始练习下象棋。刚开始时，只要一枚棋子被吃掉，我便心情低落，感觉像天塌了一样。后来，我逐渐学会在失败中享受过程，终于找回了那个不畏艰难的自己。我常常向台湾的朋友说，台湾给了我第2次人生，让我变得更好。但另一方面，从前的我也有很多优点。当我需要时，我会努力找回那些优点。这些商业会议看似冤枉路，但其实是必经之路。他们让我认识了自己的优缺点，并从中找到改进的方向。最近，我收到了移民署的通知，我和太太即将成为台湾的一份子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份巨大的喜悦。我的朋友们也为我们感到高兴。我会继续努力经营这家台湾的网页设计公司，视它为我的第2个孩子，用心养育，用爱灌溉。感谢你有缘阅读这篇文章，无论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还是巅峰，希望我的故事能带给你一些感动和力量。未来我会在部落格和 YouTube 频道继续分享移民台湾的生活点滴，以及小公司创业的经历。感谢，再次感谢。